在美国养房花销有哪些呢？你知道在美国养房都有哪些开销吗？在美国买房除了房价占据预算大头，买房后的养房开销也是一笔需要考虑的支出，大家在制定预算的时候就要考虑在内。我们为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美国养房都有哪些开销，以及要花掉多少钱。在美国成为房主之后，还需要支付房价以外的以下这些费用：房地产税，这应该算是养房最大的开销，只要拥有房子就要缴纳房地产税。美国各州各地区的房产税都不同，房地产税基本上是房价的1%到3%不等。新开发区域的房地产税会高一些，房地产税可以抵税，每年分2次缴，每一次缴一半金额，也可以选择每月连同贷款做分期支付。地产附加税每年均会有所变动。在加州部分新开发的地区，一般来说需要缴20到40年不等，主要用来建造新社区中的学校、公园、消防站、马路等公共设施。地产附加税特点就是不可抵税，随房产税一同缴，新开发地区都会需要支付。通常越新越需要建设，越需要建设配套设施的社区缴的就越多。缴交费用高低需要视社区和房子建造的年份而定。房屋保险和火险，在房屋过户的时候，由卖方支付1年的房屋保险。在美国购买房产都需要购买房屋火险，特别是贷款买房的人，银行一定会要求贷款者购买火险，针对不同地区或者不同的州，天然灾害所延伸出来的地震险、水灾险、飓风险等等，则是单独加保。社区管理费 HOA 物业管理费用，用来维护该社区的环境、设施、治安等等，各种用途收费根据社区和房型决定。康斗公寓的 HOA 比独栋别墅要高。在美国 HOA 可是必须交的，晚交会有罚款，不交的话可能会失去房子。部分的独栋别墅没有物业费，其他的杂费，比如每月的水电瓦斯费、网络费、垃圾处理费、防盗监视费等等。房屋维护费用，比如建筑年限较新的房屋维护的费用较低，每月80到150美元不等，以及每年的设备维修，还有保养费用等等。在美国居住的这个社区为例，如果您是一家3口，每个月的水费最起码要$150，电费是分时段的。您如果在用电高峰期用电的话，电费就会贵一些。比如下午5点到8点，大家都下班了，所以用电量就大，这个时候电费就贵。夏天得开空调，那就更贵了。每个月电费差不多$300，每家每户都给发垃圾桶，每周的固定一天，需要把垃圾桶拉到大街上，然后垃圾车会过来收垃圾。一个月垃圾费就是$100，家里一个月网费均价是$100，煤气费每个月$100。有的封闭式的社区是有大门的，还有保安巡逻的，所以每个月的物业费就有$150。还有家门口的草地是自己养护的，如果草地黄了或者是草长长了，会被邻居举报，找墨西哥人除草，每个月加上小费得给人$60。家里面如果有游泳池的话，也是需要养护的，每个月请人过来差不多$100。还没有完呢，如果说你们家有树木的话，长得如果太长了，你就得清理。如果说你家有5棵树，那每次清的时候你就得付$400，基本上3个月清理一次。
那每个月核算下来，基本上就是$130，每年给房子维修，大概要预留$4000。这个算出来的只是普通的水平，很多的美国人家里面呢，可能有3、4个小孩，那可能就要花费更多了。这个算的只是住房的成本，还没有算吃的喝的，孩子的教育成本，还有出去玩的要花的费用。在美国买房子容易，养房子难。很多纽约人最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，房价还没有涨，生活的成本已经先涨了。就在最近，联合爱迪生公司正式获批，在未来的3年内上调电费和天然气的费用。该方案已在2026年1月22日由纽约州公共服务委员会正式批准，并且追溯至2026年的1月1日起执行。适用范围仅覆盖纽约市和威彻斯特县。根据批准内容，电费整体上调大约10.4%，天然气累计上调约15.8%。按照官方与媒体测算，到2028年，纽约市普通家庭每年将因此多支出大约$600的能源费用。仅以城市家庭常见的天然气使用量来计算，取暖一项的额外年支出就接近$500，而这还只是能源。纽约的房屋持有成本几乎呈现出持续向行的结构性趋势，地税在长期评估体系下稳步上调，房屋保险因极端的天气和理赔风险大幅上涨，水费、垃圾处理费、公共维护费逐年抬升，再叠加如今的电费和天然气的系统性上涨，很多房主已经发现，真正吞噬现金流的并不是房价，而是每个月稳定流出的维护成本。从历史数据来看，纽约的公共事业费用并非短期的波动，而是长期的趋势。过去的20年，电力和天然气的价格整体的涨幅明显高于通胀水平。基础设施老化带来的更新成本、清洁能源转型的投入压力、劳动力价格上涨，以及极端天气对城市电网和能源系统的反复冲击，这些成本最终只会流向2个方向：租金和房价结构。对房东来说，持有成本的上升不可能长期自行消化，真正影响房价的不仅是房价本身，而是买得起与养不养得起的差别。欢迎点赞订阅。